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大直小老板啊，我是林亚瑟啊。今天是我们 Video Podcast 第2集，这一集我们要来谈现在适合学技能吗？今天这一集我预计要谈这个技能是一定要的以及哪一些技能是比较适合的，以及我过去曾经失败过的一些写感经验，以及我曾经成功的一些写感经验，这些东西都很值得分享啊。首先，技能是一定要的。如果说今天有人问我说现在适合学技能吗？那基本上这答案是绝对是要的，绝对是要的100%。逃离低薪陷阱，因为如果说今天你觉得收入不够好，或者是你困在一个怎么大家都很有钱，我最穷的状况下的话，那就是因为被困在了目前的低薪陷阱当中，无法找出一个有效的方式让自己的财富，让自己的生活能够过得比较好。今天会困在低薪的陷阱里面，就是因为没有别人无法做到的技能，所以等于说是你做的事情都是可以被别人替代的，或是被别人轻易取代的，所以在市场上面就拿不到很特别的奖励，也达不到额外的嘉奖。有时候我一听到政府给的一些数字，例如说社会平均薪资4万5，就发现我的薪水怎么没有？那就是因为可能因为年龄的关系资历的关系，也有可能是因为技能的关系，导致你困在这个薪资的陷阱里面。为什么会被困在薪资陷阱里面？这就要谈到廉价劳力以及机器生产的替代。廉价劳力以及机器生产的替代。我举一个我小时候例子我在20年前大学毕业，那个时候的社会起薪其实跟现在是差不多的。我记得我大学毕业，我第一份工作是起薪是2万8还是3万2？对，大学一毕业第一份工作小会计，什么都不会，最差的那个会计。事务所也是一样最差的那个，事务所还更低一点点。过了20年之后，我们再回来看，发现怎么搞的？办公室也好，或是办公室助理也好，或是最低阶的工作、最低阶的办公室工作也好，我们还是在领同样的薪水，这么低。为什么这20年来都没有进步呢？为什么这20年来的薪水怎么都卡在那里？很多人会有这个疑问，然后都骂政府，政府的错。可是政府有没有错吗？应该也有一些啦。但是在我这边来看，我倒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在于廉价劳动力的提供。因为在20年前我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台湾这个社会有非常多的大学生，然后培养多很多大学生，我们就觉得台湾的办公环境很好，所以办公室有些服务业或者是贸易业使用我们大学毕业生去从事办公室的职员的时候说是各种业务、各种助理，像业务助理啦、国贸助理啦、采购助理啦、生产助理、销售助理这一类的工作的时候，会觉得好好用哦，这些人教育又好又稳定，然后英文也不错。可是很可惜的事情是，20年前刚刚好中国也开放了，所以中国也开始有很多的大学毕业生，所以在这20年之内他们不断的有大学毕业生不断的冒出来，所以这20年来慢慢的，因为中国的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好，所以他们慢慢替代了原本台湾的办公室的助理职位的工作。这都导致了这20年来台湾助理职位的薪水一直上不来，因为对岸的薪水就卡在那里把我们掐得死死的。这就是廉价劳力的替代。那当然更不用讲什么当然更不用讲这个最简单的工厂的一些组装工人流水线上的工人最基本的工作，那些都不谈了啦。对，因为那些离我们这稍微远一点点再来是机械生产机械生产。我记得这也是我20年前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有很多精细工作只能由人来做处理，所以说那时候一些做精工的人还过得还不错可是很可惜的经过这么多年的演进机械越来越厉害然后现在很多时候机械的生产比人还要重要，所以说工厂宁愿选择使用机器来处理例如说现在的音响产品、现在的耳机
现在的3C 产品基本上都由机器来处理的啦，人只是做最简单的，就是把壳扣上。那就是使得精细的劳工变得也变得不重要了这也是人会一直被替代的一个主要原因。刚刚所讲的都是我付出劳力，换过来说，如果今天做的是销售会怎么样？销售也一样被替代。所以我们现在谈到的是网络销售跟智能运算的影响，网络贩售跟智能运算的影响。不管是20年前也好，还是现在也好，其实都有类似的状况，那就是最棒的那一群人做最厉害、最赚钱的事情，中间的那一群人去办公室上班，然后呢，最不厉害的那一群人可能就负责在超商卖东西，然后在鞋店卖东西，然后在大卖场卖东西。可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是，这20年来这一群人的薪水感觉不出明显的上升，甚至还下降。我问过很多在夜市卖东西、在市场卖东西的人，他们告诉我说，他们薪水只有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为什么？其实最大的理由、最大的原因当然是由于网络的影响。从网络世界开始之后，光是这些网络大型的商城就替代了我们很多很多原本街边的人跟人之间的消费。甚至呢还有很多这个网络的网拍卖家，网拍卖家提供了更多我们原本想象不到的服务，例如说国际代购。这使得当初借由卖东西为生的人，现在还面临了很大的问题。就像我开过服饰店，就像以前我们眼光好然后挑选东西挑得够好，我们就会去国外把国外的东西带回来卖给大家赚价差。可是从网络开始之后，从国际运输开始厉害了之后呢，我们这个中间的价差利润就越来越小。以前可能一小间店可能服务100个人，可是现在的一个网拍业者也好，他可能服务1万个人，所以这时候他的收入会变多，然后还可以用他的这个规模经济去把它的价格往下挡，这使得很多路边的一些服饰店都面临了严重的竞争。如果说今天是上班族，你可能无法想象这中间替代的有多夸张。可是我想不管是在服饰店工作的也好，还是在这个卖场工作的也好，应该这20年来都有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在路边买东西的这个金额跟人潮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还有非常严重的替代性。再来就是智能运算，因为这个电脑越来越厉害，然后慢慢可以更精准的抓出消费者的喜好，所以他们在网络上面更容易、更精准、更简单的去抓出你可能会买什么东西。像我们以前像我今天去服饰店好了，我们店员就会透过你的样子、走路的形态、表情、你穿的衣服去判断你大概适合什么东西，你喜欢什么东西。可是那是很片面的，因为才能一小点时间而已。可是今天在网络上面光是 PC Home 它就可以观察你这么长期以来的消费习惯，然后可以精准的对你投放它觉得你喜欢的东西。现在变得更厉害，像在 Facebook 它有做很多的这个追踪，所以说在 Facebook 里面它可以分析你更多的你的喜好，不但是消费喜好包括你平常看什么东西、讲什么东西，它都可以知道。所以针对你的喜好，又推荐了更精准的内容、更精准的商品给消费者，这使得原本我们的 sales 原本这个在路边销售的那些 sales 们，现在面临更大的压力，因为呢电脑、因为 AI、因为大数据更了解消费者，这也严重使得原本靠销售为主的人收入也大大降低。综合上面这4个原因廉价劳力、机器生产、网络贩卖以及智能运算，所以说这20年来台湾的薪资整体来说，我们薪资没有增长，其实也是正常的。那就来到了我们这次想要谈的主题，那就是学技能，适合的技能类型。这个阶段我们要来谈哪些类型的技能是适合现在来学习的。我觉得有4大特色的技能类型都适合学习。第一个是可分段学习，第二个多元吸收的管道，第三可以边学边做，第4个可以累积经验。这4种特性是现在学技能很重要的关键，要尽量去符合这几个条件。
可分阶段学习。这边在提到可分阶段学习的技能，那指的是说那一个技能它可以在不同阶段就可以有不同的产出、不同的表现，也可以有不同的成果，甚至也可以分阶段去做验收。举个例子来说，像我们学指甲，如果说你今天只会最简单的，那可以帮客人做基础的保养今天更厉害一点点，可以帮客人做深层的保养再厉害一点点，我们可以帮客人做最基本的这个凝胶指甲再厉害，我们可以做更多什么彩绘啦，或者是我们指甲矫正。那这是可以分阶段的，也就是说你可以明确知道你需要哪个阶段。那哪一些东西是不可以分阶段学习的？例如开车对，你总不能够可以我先学会开直线然后就放着然后一阵子之后，好一阵子之后再来学转弯，然后再来学什么？是没有嘛？我们学开车的时候都是一口气在一个时间内密集的把它学完。可是我说分阶段学习，就是说你这个技能它的不同的小领域呢，你是分开来的，一步一步达成也不必连着走的。也就是说时间中断了也可以甚至呢你就学这一部分也 OK。这分阶段学习。多元吸收的管道，像现在我们要学一个额外的技能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事情是要有多元吸收的管道。我可以去上课，可以去上大型的课，我也可以1对1的请老师，请资深的人员来教我。另外呢，也可以在网络上面做搜寻，然后看文字去学，也可以透过 YouTube 的搜寻去看一下教学的影片，甚至有一些教学的网站有贩卖一些影片式的课程，也有一些课程可能是用语音的方式来做传达的。在这个时候要学个技能的时候，最好它是可以多元学习，它可能有好几个管道都可以学习的举我们指甲业的例子来说好啦你可以去补习班上那种很大班的课，你也可以去找老师，可能上1对6小班制的课，然后你也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看一下别人细碎的一些知识甚至你也可以来我们你宝贝这边学习这个美甲课程第1季、第2季，虽然细碎，可是把它连续起来，成为一个条列式的课程。像这样子可以多元吸收管道来进修的部分，也非常适合这个年代来做一个学习。边学边做的特性，当然这边要特别提有很多人觉得说对很多东西都可以边学边做是的，没有错。可我这边想要特别去针对的事情是，你可以一边学又一边拿你会的东西来赚钱来换一些收入回来，去奖励你的那个特性。那要举例吗？那又要举指甲的例子来说，假设你今天学会了如何涂指甲油，那你就可以帮你的街坊邻居，帮你的朋友涂指甲油你也可以去这个发廊兼个职你也可以去夜市兼个职涂指甲油。所以你今天指甲油学会了，你就可以赚一点小钱回来。虽然说也许很多人说涂指甲油好像是赔钱的，是在我看起来是赔钱的，可是你可以赚一点东西回来，去验证你的东西学得好不好，然后去满足你心里面那个成就感。对，那你又学会了如何剪指甲，那又可以帮这个街坊邻居剪指甲可以帮这个亲朋好友，也可以去各个地方兼职剪指甲、修指甲、修脚皮可是有一些技能它是不能够一边学一边现学现卖的例如说摄影那个你总不能你会按快门之后就可以去卖钱嘛？不行，你今天摄影要学到很厉害之后，才有办法开始接 case例如说接这个拍写真集或者拍婚礼。可是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那可能那半年、那1年，可能那2年，你都无法去接摄影的活动去赚钱回来。那样子的话，因为你无法做一些验证你自己学的好不好，也无法去做一些微小型的盈利，这会使得我们往前进的动力变弱很多，比较不能够持续下去。所以边学边做，现学现卖的技能很重要，可以累积经验值。有些技能学了之后呢，其实每个人学都差不多，经验多的没有什么差别的那种技能就最好避开会比较好。可以累积经验值的技能会在你不断变厉害之后，让你的那个技能的价值越来越高，越垫越高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可以累积经验值的技能通常也会有比较高的难度，所以当你学到中阶或高阶之后，就天然的会形成一种壁垒，
现在形成这个护城河啊，去保护你的成就也好，保护你的收入也好，这样可以让你在面对廉价劳工、面对机器竞争、面对网络的时候，会有更多的胜算，更多保护自己的一个能力。对，亚瑟失败的写感经验，这我要提3个过程，一个是会计系搞网络，一个是财务主管的部落格，一个是业余的收费摄影师。会计系搞网络，我大学是读会计系，那个时候刚好是网络泡沫的前期，1998年、199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哇，整个网络嗨得很，也去做一些网络创业，然后也去组个工作室啊，想要在这个成长中捞得一杯羹。可是是失败的。为什么他失败？现在回来看很简单，第一个，当学生他就是一个必须要做到完才有成果的事情。所以啊，如果你今天读大学的话，你今天一定要把大学读完，这个时候你的学历啊，你这花了4年大学时间才有成果。如果说你现在读得乱七八糟，或是大学没有读完，那换句话说，大学是浪费的。如果说今天你是学生的时候，就应该要先把你手边的事情先做好啊，除非你真的天赋异禀啊，创业很厉害，或者你的某些技能特别厉害，不用读书。否则的话，如果说你必须要把书读完的话，那请一定要先把大学读完。那时候我是无法去兼顾会计系的繁重课业以及创业的内容，所以当然就失败告终。财务主管的部落格，这个我大学毕业了，毕业之后很幸运的没有多久，不到1年就当上了财务主管，从小主管做起啊，又做到中主管、大主管啊，后面几年是。然后那几年在流行部落格，所以我就开始写部落格，然后很认真大概写了好几年。可是前期还比较认真，想说部落格写下去之后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专栏作家啦，分析师社会分析师啊，社会经济学家之类的事情啊。可是很可惜的是，基本上经营部落格或当个部落客，它本身也是所谓赢者全拿的状况。除非我今天死命的写非常认真的进步，然后坚持10年，然后最后可能会在某个点上面爆发，大家觉得哇，亚瑟你好厉害，你是一个大师。可是在你爆发之前都是 nothing， 所以这也不是一个现在适合学习的技能。往前走这个路程当中，基本上是很难有收入回来的，也很难会有很多的这个成就感回来的，反而更多的事情是无奈啊、不开心啊、自己一个人啊、孤独啊。当然这也失败了。反过来说财务主管的收入当然过高了，所以说部落格写得再好，其实都没有财务主管的收入好了，这也很容易会让我放弃部落格。业余收费摄影师，其实这前几年的事情了。那时候我们已经开了指甲店，然后我在指甲店上班赚钱，为了满足我阿宅的理想，就去学摄影，然后想要当业余的收费摄影师。在摄影这条路上面花了非常多钱，非常多，已经绝对可以买一台国产车的钱了。不管是器材也好，上课也好，或是 model 的费用也好，花了非常的多。大概投入了9个月之后吧，才开始有收入，才开始有第一笔收入进来。一直到开服饰店还是有零星的接一些 case。是现在来看，那一些钱和我学摄影跟买摄影器材所花的钱，真的完全不成正比。完全天壤之别。在现在角度来回想摄影师这一份技能，就觉得哇，他不适合。为什么？因为摄影师他比较像是你可能要经过10年、5年苦苦煎熬苦苦提升自己，最后你成为很厉害的人的时候，别人才觉得哇，你好棒，我要付好多钱给你，请你帮我拍婚纱，请你帮我拍写真集。可是当你没有到达那个顶点的时候，你就跟一般人其实没有差太多。那你能接到的 case， 你能够做的事情，你能够收到的收入其实很少的，少到连维持摄影之路都维持不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适合来学的技能。当然如果说你有多的时间、多的金钱，把它当娱乐，当然没问题。我们刚刚谈过了失败的一个这个写感人生之后，来谈几个成功的职场兼职。成功的职场兼职这边我想提3个我觉得
还不错成功的一个兼职的一个事业。它包含了兼职的一个家教老师，包含了网站架设经营以及精油芳疗师。那我们首先来讲兼职家教老师。基本上我从高中开始就自己打工赚自己的零用钱，一些增加一点额外的生活费。那个时候我是做一般的打工，后来又去了电脑卖场卖电脑。上大学之后，因为课业比较繁忙，所以我想要找寻可以用比较少的时间赚比较多钱的工作。后来发现家教老师还不错，然后我自己的数学基本上成绩还不错了。很多人对于家教老师可能觉得家教老师好像很厉害，一开始就很厉害，其实没有。你数学好跟你会教数学这是两码子事。而且呢，会教国小数学是最简单的，然后再国中数学，再高中数学，然后再大学的微积分之类的。所以我一开始教学的时候是先选这个国小陪读，先从最简单的小学生做起。小学生教了不错，学会之后教了不错之后呢，我就慢慢的就进步到国中，我就开始学怎么教国中生的数学，之后就开始教国中。当然了，有一阵子我也更进阶，想要去教高中。那基本上国小、国中、高中越到后面，它的时薪越高。那后来稳定之后，我是把我自己放在教国中家教国中数学家教这个阶段。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教国中对我而言备课最简单，然后可以最自然的发挥，而且小孩子吸收也最多。那高中就比较多比较艰深的一些题目，比较多是解题，没有这么多的推理可以做进行。当然啦，这个数学教的不错之后呢，曾经有一度我在寒暑假的时候还跑去这个补习班当这个班导师当助理班导师教这个高中生国中生怎么解题然后曾经一度也担任过这个补习班的数学老师，小小的补习班的数学老师那其实这在我的人生当中，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兼职的一个体验。也就是说，我在一开始能力没这么好的时候，我可以先做陪读，然后再教小朋友的数学，再教国中生的数学，高中生的数学，然后补习班的数学，然后我解题老师。其实每个阶段都有一个不错的薪水的一个调整。那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兼职 case， 很值得大家做参考。网站架设经营，我觉得也蛮适合拿来提的。在出社会之后我就开始有架自己的部落格。那同时我也帮我的女朋友，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老婆 Peggy 处理她的部落格，处理还可以处理的还可以，经营的还 OK。然后因为经营的不错，然后知道该怎么经营，怎么架设，然后怎么做基本的设计。最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开始慢慢的帮朋友，或者是帮一些小型的公司工作室，先把部落格或者这个小网站架起来。后来呢，又开始学会怎么帮他们架多一点的东西，帮他们做多一点的设计。走到后期呢，还帮他们自己架设自己的部落格系统。虽然我在这个部分没有投资非常多，也没有很认真可是这一路上面，我每次学会的东西都可以拿来现学现用，除了帮自己服务之外，也可以赚一些小小的零用钱回来。这还蛮不错的。网站价值经营对我而言总收益没有很多，可是我看我的其他朋友在这部分却经营的很不错。像是我有一个单身的有带个小孩子的朋友，他就靠着帮别人设计网站帮部落格做切板帮他做整体设计，赚到了不少的钱，而且他就是一面带小孩，然后一面做设计很厉害，非常厉害，生活过来也不错。我觉得网站架设经营也是一个不错的事业，可以值得探索的，而且做得好的话，一样可以成立一个小公司去做专门的网站架设经营这方面的一个工程。精油芳疗师，站在2020年这个时候看，我所有的兼职里面最成功的就是精油芳疗师。我一开始学精油的背景是在温哥华，那时候因为我的头皮问题很严重，然后就学了精油，然后自己调自己的洗发乳，然后去处理我头皮的问题。那后来认真开始学的时候是那天开始的。然后呢，我们保养品不够用找不到合适的保养品，然后才开始更进一步的去学习精油这方面的知识，然后去上证照班然后去做更多的研究。而且同时间呢，也去学芳疗按摩。芳疗师能够赚钱的方式就是按摩，传统上最常见的方法。像我一开始学精油学最初阶的时候，我就做了
指缘油这个指缘油呢，从10年前我们上架在我们美甲店卖到现在，还在继续卖。我后来再学一些更进阶的东西，像后来学的外用膏，然后我就改编我自己的配方，然后把外用膏改成适合我们美甲使用的外用膏。最后我们也卖得非常好。那中间呢，因为学了按摩之后，学了精油按摩之后，就试着帮 Peggy 按摩。Peggy 觉得按得还不错。然后呢，我们还甚至有一度，我们还在这个指甲店附设精油按摩的服务。这部分做的也非常好，曾经有一度我真的忙不过来，忙到预约的客人太多。可是后来因为这个，我觉得芳疗师耗体力耗时间，而且男按摩师在帮女生客户服务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是有点风险的，所以后来选择精油按摩还是结束比较好。产品的部分我还是继续的在做销售，继续的生产，继续帮大家做调配。随着你的能力越来越好，你就会调配一些更厉害的东西，这个时候就可以赚更多不一样的钱。在我的整个斜杠人生里面，我觉得精油芳疗师是目前来看是最划算的。可是当然了，它之所以可以划算的原因，是因为它配合了我的这职工作美甲。就到结论的时候啦，现在适合学技能吗？当然适合啦，不管任何时候都适合学技能。而且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一样，你要挑一个无法被机器替代，无法被 AI 替代，而且最好是人和人之间接触的特殊的那个技能。这样子的话呢，它不但可以透过这个时间的累积，不但可以透过你不断的自我成长、自我修炼，而可以把这个技能越磨越厉害。一开始还可以做点小生意稍微有一点收入，后来也许它可以成为正职的工作。那我想这个对于很多困在低薪陷阱，或是困在一般上班族的人里面，类似这样子的技能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可进可退，然后也是可以确保自己的收入在面临重大风险的时候呢，还可以持续下去。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下一集第3集我要回归我的美甲专业来回答一下这个有关于美甲技术的问题。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呢，请不要忘记继续追着第3集哦。OK， 拜拜。